你知道吗？70岁之后，最容易让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意外，不是车祸，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故，而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跌了一跤。听起来很夸张，对不对？家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。可是急诊室的医师会告诉你，每天送进急诊的长辈，一大半都是在家里跌倒的。而且跌倒这件事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破皮淤青，拍拍屁股站起来就没事，对7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却可能是人生的分水岭。尤其是髋关节骨折，医界甚至有人叫它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因为骨折之后的第一年，有相当比例的长辈再也没能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走路，有些人甚至就这样走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当急诊医师把长辈跌倒的地点一个一个统计出来，结果跌破所有人的眼镜。大家拼命装扶手，铺止滑垫，千叮咛万交代，要小心的浴室，居然只排第2名。真正的第1名是一个你每天要经过几十次，却从来不觉得它危险的地方。它不湿不滑，灯也不暗，可是就是它让最多的长辈挂急诊、开刀、坐上轮椅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带你用一张居家地图，把家里的5大跌倒陷阱，从第5名一路倒数到第1名，一个一个找出来。每一个地点，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危险，怎么改，大概要花多少钱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改造根本花不到几百块，却可能救回一条命，保住一个家庭往后10几年的生活品质。后面我还会教你2个在家就能做的防跌肌力运动，不用任何器材，看电视的时候就能练。最后还有一堂很多人一辈子没学过的必修课，万一真的跌倒了，第一时间该怎么正确起身，怎么求救，才不会让小伤变成大伤。那第1名到底是哪里？我先卖个关子，答案放在影片后段揭晓。我只能先提示你，它就在客厅附近。你今天已经在它上面走过好几回了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今天晚上在家里走动的时候，一定会忍不住低头看一眼。好，在倒数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回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为什么70岁之后跌倒会这么致命？搞懂这件事，你才会知道接下来讲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小题大做，关键就在髋关节还有骨折之后的那90天。年纪大了以后，骨质会慢慢流失，尤其是停经后的女性，流失的速度更快，骨头变得像被重铸过的木头，外表看起来还好好的，其实里面已经空了一大半。年轻人跌倒，手一撑，脚一跨，身体自然就化解掉了。但长辈的反应速度变慢，来不及撑，常常是整个人侧面驻地，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髋部，咔一声，骨就断了。髋部骨折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往往不是骨折本身，而是骨折之后的连锁反应。骨头断了，人没有办法站，没有办法走，大部分需要开刀。开完刀，重头戏才正要开始，就是那关键的90天。这90天里面，最大的敌人叫做卧床。人只要一躺下来不动，全身的机能就会用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往下掉。研究发现，长辈只要卧床1个星期，腿部的肌肉力量可能就掉了1成以上。躺得越久，肌肉越少，肌肉越少，越没力气起来，越起不来，就只能继续躺。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恶性循环。再来就是并发症，躺着不动，痰咳不干净，容易变成肺炎。尿管放久了，容易泌尿道感染。同一个姿势压久了，皮肤破皮变成褥疮，腿部的血液流动变慢，还可能形成血栓。这些并发症每一个都可能要命，所以医界估计髋部骨折的长辈大约有2成左右在1年之内离世。这个数字比很多癌症还要凶，也因为这样才会有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种让人心酸的说法。就算幸运撑过去了，还有一关叫做不敢走。很多长辈开完刀，伤是好了，心却吓坏了，走路变得小心翼翼，能坐就不站，能躺就不坐，连去巷口买个东西都不敢。活动量一掉，肌力继续流失，35个月之后，真的就走不动了。从一个能自己买菜、自己搭公车、自己去公园运动的人，变成需要轮椅、需要人全天照顾的人。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变，子女要轮班，要请看护，要烦恼钱，这些压力都是从那一跤开始的。所以防跌这件事
是70岁之后最划算的一笔健康投资。而防跌的第一步就是搞清楚家里到底哪里最容易跌倒。急诊医师统计出来的答案跟大部分人想的都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就从第5名开始倒数。第5名，楼梯。这个地点大家比较不意外，但真正危险的细节很多人都搞错了。第一个重点，下楼比上楼危险得多。上楼跌倒，人往前扑，顶多手擦伤，膝盖淤青。下楼跌倒是整个人往下栽，头部、髋部直接撞在阶梯的人脚上，力道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。所以下楼的时候一定要扶着扶手，一步一阶慢慢来，不要学年轻人一步跨2阶。如果楼梯只有一侧有扶手，建议另一侧也加装，因为长辈常常有一只手比较有力，上下楼的方向不同，需要的扶手位置也不同。第二个重点，最危险的往往是最后一阶。很多长辈跌倒是因为以为已经走到平地了，结果其实还有一阶，脚一踩空，整个人就摔出去。特别是光线不好的时候，每一阶的边缘看起来糊成一片，深度的判断就会出错。改善的方法很便宜，在每一阶的边缘贴上颜色鲜明的纸滑条，一卷几十块到100多块，最后一阶可以贴不一样的颜色，提醒自己到底了。第3个重点，手上不要拿东西挡住视线，抱一篮衣服下楼，端一碗热汤上楼，看不到脚下的阶梯，等于闭着眼睛走楼梯。东西可以分次拿，或是用袋子背在身上，把双手空出来扶扶手。还有，楼梯间的灯一定要够亮，开关要在楼梯的上下2头都有，绝对不要摸黑上下楼。如果家里是透天厝，可以认真考虑把长辈的房间移到1楼，主要生活都在1楼解决，直接把楼梯的风险砍掉一大半。楼梯讲完了。第4名是一个你每天都要进去报到，地上永远藏着看不见的陷阱的地方。第4名，厨房。厨房的隐形杀手是地板上那一层你看不见的油跟水。每天炒菜，油烟飘起来又落下去，会在地板上形成薄薄的一层油膜。洗菜、洗碗喷出来的水花，让地板又油又湿。穿着一般的塑胶拖鞋踩上去，就跟溜冰场没2样。所以厨房建议准备一双专用的防滑拖鞋，鞋底有深纹路，能抓地的那种，几百块就买得到。地板上有水渍、油渍，随手就擦掉。千万不要想说等一下煮完再一起处理，意外就是发生在那个等一下。厨房的第2个陷阱，垫脚尖拿高处的东西。很多妈妈阿姨几十年的习惯，把锅子、干货、过年才用的餐盘全部收在最上层的柜子，要用的时候就踩椅子、踩小板凳上去拿，长辈的平衡感退化。站在椅子上，手往上升，重心一偏，摔下来常常就是头先住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确的做法是把常用的东西全部移到腰部到眼睛之间的高度，一伸手就拿得到。真的要拿高处的东西，用有扶手的稳固梯凳，而且旁边要有人，或者就等家人回来帮忙，多等几个小时，真的不会怎么样。还有一点，厨房的地上不要堆杂物，米袋、油桶、整箱的罐头、回收的保特瓶，不要放在走道上。想象一下，长辈端着一锅热汤转身，脚边刚好一个障碍物，绊倒的同时热汤淋在身上，跌倒加烫伤，双重伤害一次。来，接下来的第3名，很多人完全想不到，它不在厨房，不在浴室，而是在你睡觉的地方旁边，而且最危险的时间是半夜。第3名，床边。你可能会想，床边能有什么危险？床不就是最软、最安全的地方吗？答案是，真正的危险藏在半夜起床上厕所的那1分钟。我说一个案例给你听，一位72岁的林阿姨，平常身体硬朗，每天早上还去公园跳土风舞。有一天半夜想上厕所，眼睛一睁开就直接坐起来，站起来才走2步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就软下去了。还好他是跌坐在床边的地垫上，只有尾椎淤青，躺了几天就好了。他吓到了，跑去医院检查，医师告诉他，这个叫做姿势性低血压。人躺了好几个小时，全身的血液循环是慢的，突然一站起来，血液一下子送不上脑部，
脑袋短暂缺血就会头晕，眼前发黑，严重的直接昏倒。长辈的血管弹性本来就比较差，如果再加上有在吃降血压药、安眠药，这个现象会更明显。所以半夜的床边就成了跌倒的高峰地点。请你记住一个口诀，叫做3个30秒。半夜醒来，先躺30秒，让脑袋清醒一下，再慢慢坐起来，坐30秒，然后把脚垂到床边，踩在地板上，再等30秒，确定不头晕，才站起来走。前后只多花90秒，却可以挡掉非常多半夜的悲剧。这个口诀，请你一定要讲给家里的长辈听，最好贴一张纸在床头。床边还有几个细节要检查。第一，床的高度要对，坐在床边的时候，2只脚掌要能整个平踩在地上，膝盖大约弯90度。床太高，脚够不到地，滑下床的瞬间容易踩空。床太矮，起身要非常用力，起到一半没力也会跌。太矮的床可以垫高床脚，太高的可以换薄一点的床垫。第二，床边的地上不要堆东西，书报、杂志、电风扇的电线、延长线，还没收的衣服，半夜光线不好，每一样都是半马锁。第三，从床铺到厕所的这一条路要净空，要有光，这个部分很重要。我们后面讲夜间动线的时候，会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布置。好，再来就要进入前2名了。第2名就是大家公认最危险、全家防护做得最彻底的地方——浴室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它为什么只排第2？第2名，浴室。浴室确实危险，又湿又滑，空间又小，跌倒的时候周围全是硬邦邦的瓷砖、洗手台、马桶，随便撞到一个都不轻。但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危险，长辈自己进去也会提高警觉，扶手、止滑垫也装得最勤，警戒心把一部分风险抵消掉了，所以它反而只排第2名。不过该做的防护还是要做到位。我把浴室的重点整理成5件事。第1件，止滑，洗澡区铺防滑垫，或是用止滑贴条、防滑剂处理地砖，让地板就算湿了也有抓地力。浴室门口放一块吸水地垫，出来的时候先把脚底的水吸干，不要把湿脚印带到外面的地板上。第2件，扶手，马桶旁边装一只，帮助坐下跟站起来。淋浴区装一只，洗澡的时候随时有得抓。特别提醒，毛巾架不是扶手，它承受不了一个人的重量，紧急的时候一拉就整只掉下来。扶手要锁进墙壁的实心结构里，一只几百块到1000多块，5金行、医疗器材行都买得到。第3件，坐着洗澡，准备一张有防滑脚垫的洗澡椅，洗头、洗脚、抹肥皂都坐着来。很多长辈的跌倒是站着低头洗头起身的那一瞬间血压变化，头一晕就倒下去，改成坐着洗，风险直接少一大半。第4件，跨浴缸这个动作能免则免。你想想看，单脚站立，另一只脚要跨过一个又高又滑的边缘，这对平衡感退化的长辈来说，根本是高难度的体操动作。有预算的话，把浴缸打掉，改成走入式的淋浴间。预算有限，至少在浴缸旁边装扶手，缸底贴防滑条。第5件，门不要反锁，万一在里面跌倒了，家人才进得去救人。另外，浴室的门如果能改成往外开，或是改成横拉门，会更安全。因为人在浴室跌倒，常常就倒在门的后面，往内开的门会被身体挡住，外面的人急死了也推不开，白白浪费抢救的黄金时间。浴室讲完了，现在只剩下第1名了。这个地方不湿不滑，光线通常也不差，你每天在它上面走来走去几十次，从来不会多看它一眼。但急诊医师统计出来，它就是送最多长辈进医院的地方。它到底是哪里？答案揭晓，家中跌倒地点的第1名就是客厅跟走道。讲得更精准一点，是客厅走道上的3样东西：电线、小地毯、门槛。你可能觉得怎么可能？客厅平平坦坦的，是能怎么跌？我说一个案例，你听完就懂了。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退休老师，身体保养得很不错，每天早上还去学校操场健走5000步。
有天晚上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手机没电了，就顺手从墙边拉了一条延长线过来充电。延长线就这样横躺在沙发跟茶几之间的走道上。广告的时候，他起身要去倒水，就这么平常的一步，脚尖勾到那条电线，整个人往前扑出去。他下意识伸手去撑地板，手腕当场骨折，髋部又撞到茶几的桌角，送到医院一照，股骨胫裂了，开刀、住院、复健，前后折腾了大半年，健走也停了，人瘦了一大圈。陈大哥后来说了一句话，连医护人员听了都直点头。他说，我这辈子在那条走道上走了几十年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最后打败我的是一条电线。这就是第一名最可怕的地方，它赢在你毫无防备进浴室，你会自动小心；走楼梯，你会伸手扶，但走在自己家的客厅，谁会低头看地上？可是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台湾一般家庭的客厅长什么样子？延长线横过走道，电风扇的电线绕在茶几脚边，一块用了10几年的小地毯边缘微微翘起，和屎跟客厅之间有一道3公分的门槛。电视柜旁边堆着报纸、购物袋，可能还有孙子乱丢的玩具，每一样都是半码锁。长辈还有一个生理上的弱点，让这些小东西变得加倍致命。年纪大了，走路的时候脚抬的高度会变低，年轻人一步抬起来好几公分，长辈很多是用擦地的方式在走路，脚底离地面可能只有1-2公分。所以那条你觉得跨过去就好的电线，那个踩一点点高的门槛，那块只翘一个小脚的地毯，对长辈来说就是刚刚好勾住脚尖的完美高度。再加上客厅常常为了省电只开一盏小灯，光线昏昏暗暗，地上的东西根本看不清楚，跌倒只是时间问题。那怎么改？记住3个字：净、平、亮。净就是净空走道，从大门到沙发，从沙发到厕所，从房间到厨房，这几条每天必走的路线通通清出来，地面上不放任何东西。延长线沿着墙边走，用收纳盒或固定压条整理好，绝对不横越走道。平就是消灭高低差，小块的地毯、脚踏垫能收起来就收起来，一定要用的话，选底部有防滑胶的款式，或是垫一层止滑网，边缘翘起来就直接换新的，不要舍不得。门槛如果拆不掉，就加装一个斜坡板，让高低差变成缓坡，几百块就搞定。亮就是光线充足，该开灯就开灯，一个月多不了多少电费，跟住院的账单比起来，真的是9牛1毛。5大地点全部出炉了，接下来我帮你把整个居家改造的清单跟花费一次整理清楚，你会发现救命的钱真的花不了多少。我们用1个周末就能完成的方式，把全家总体检一遍。第一步，全家走一圈，最好蹲低一点，用长辈的视角看地板，横躺的电线，走道上的杂物，翘起来的地毯，松动的踏垫，太暗的角落，全部记下来，列成一张清单。这一步不用花钱，只要1个下午。第二步，小额采购，止滑条一卷大约100多块，楼梯、浴室、浴缸都用得到，电线收纳盒跟固定压条加起来2300块，浴室防滑垫100-200块，门槛斜坡板几百块，感应式小夜灯1颗100-200块，建议一次买3到5颗，全部加起来大概1-2000块，就能把家里大部分的陷阱排除掉。第三步，重点加装，浴室跟马桶旁的扶手，一支材料几百到1000多，建议找专业的人来锁，确保锁在实心墙上，工钱加材料抓个2-3千块，洗澡椅几百到1000多块，床边如果需要起身扶手，也是1000多块上下。这些在医疗器材行、大卖场都找得到。第四步，善用政府资源。台湾的长照制度里面有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的补助，装扶手、做斜坡、防滑处理都在补助范围内。依照身份跟县市的不同，最高可以补助到4万元左右。家里有65岁以上经评估有失能状况的长辈，可以打长照专线1966问清楚。很多家庭根本不知道有这笔钱可以用，白白放着可惜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自己动手的部分2-3千块，加上请人施工的部分，整个家改造下来
可能不到1万块，而且还有机会申请补助，跟一次髋部骨折动辄10几20万的医疗开销，加上后续请看护家人轮班照顾的成本比起来，这笔钱是全天下最划算的投资。硬体改好了，还有一条最容易被忽略的路线要处理，就是半夜那条夺命动线。急诊医师都知道，长辈跌倒送医的高峰时段，很多是在半夜跟凌晨。理由很简单，想上厕所，光线最暗，头脑最迷糊，血压最不稳，4个危险因子在同一个时间点全部凑齐。所以从床边到厕所这条路，要用全家最高的规格来处理。第一，装感应式小夜灯，插在插座上的那种人，一经过就自动亮起来，一颗100-200块。从床边、房门口、走廊到厕所门口，沿路装3到4颗，半夜一下床，整条路就像机场跑道一样自动亮起来。不要依赖天花板的大灯，因为半夜眼睛刚适应黑暗，突然开大灯反而刺眼眩光，而且很多长辈根本懒得开，摸黑就走，那是最危险的。第二，这条路线上零障碍，任何东西都不要放，椅子、电风扇、待洗的衣物篮通通移开。第三，床头放一只手电筒跟手机，万一停电或是需要求救，伸手就拿得到。第四，从源头减少夜尿，睡前2个小时少喝水，水分在白天喝足。有摄护腺问题或是有在吃利尿剂的长辈，可以跟医师讨论调整用药的时间，把半夜起床的次数降到最低，起床的次数少一次，风险就少一次。环境顾好了，防跌就成功了一大半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最强的防跌装备其实不是扶手，也不是夜灯，是长在你自己身上的东西——肌肉。研究发现，有规律做肌力跟平衡训练的长辈，跌倒的几率可以明显下降。肌肉就像身体自带的天然护具，重心不稳的时候，腿有力就撑得回来。真的跌下去了，肌肉量够的人通常也伤得比较轻。今天教你2个不用任何器材，在家就能做的动作。第一招叫做坐到站，找一张稳固、有靠背、不会滑动的椅子，最好椅背靠着墙。坐在椅面的前半段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然后用大腿的力量站起来，再慢慢的有控制的坐回去。重点是一个字：慢。尤其是坐下去的过程，越慢练到的越多，千万不要屁股直接摔进椅子里。刚开始手可以扶着椅子的扶手辅助，力气进步了，就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完全靠腿的力量。一组10次，一天做3组，看电视广告的空档就能做完。这个动作练的是大腿前侧跟臀部的肌肉，正是站起来、走路、爬楼梯最需要的那一群，可以说是防跌的主力部队。第二招，扶椅背单脚站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或流理台，抬起一只脚，用另一只脚单脚站立，目标撑15到30秒，然后换脚，各做3到5回。这个练的是平衡感，觉得稳了，可以进阶成只用手指头轻点椅背，再进阶到双手完全放开。但不管进阶到哪里，旁边一定要有稳固的东西，可以随时抓，安全永远摆第一。等红灯、刷牙、等水滚的时候，都可以顺便练。平衡感就跟银行存款一样，平常有练有存，需要的时候才提领得出来。再加码一个小习惯，踮脚尖，扶着椅背，慢慢踮起脚尖，停下，再慢慢放下来。一组做10到15次。这个练的是小腿的力量，小腿有力，走路每一步都更稳，颠放之间也会刺激骨头，对维持骨质有帮助。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有膝关节的问题，容易头晕，或是有心血管疾病，开始运动之前，先跟你的医师或物理治疗师聊一聊，从最轻的强度慢慢开始，量力而为。环境改好了，肌力也开始练了。最后还有一堂必修课，万一真的跌倒了，第一时间该怎么办？很多长辈就是这一步做错，让小伤变成大伤。跌倒之后，最错误的反应就是急着爬起来。很多长辈觉得丢脸，或是不想麻烦家人，跌倒了硬撑着马上站起来，结果头还在晕，2次跌倒，或者本来只是骨头裂一条缝，硬撑硬扭变成移位性骨折。
要开更大的刀，请把下面这个顺序记起来，也讲给家人听。第一步，躺着别动，先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花1分钟从头到脚感觉一遍，头有没有撞到，哪里特别痛，手脚能不能动。第二步，判断伤势，如果髋部、大腿、背部剧烈疼痛，或是脚完全不能动，一动就痛到不行，不要移动，直接大声呼救，或是拿手机打119。怀疑骨折的时候，硬移动只会让伤害更大，保持原来的姿势，拿得到的话，抓件衣服或毯子盖着保暖，安心等救援来。第三步，如果检查之后觉得没有大碍，照这个标准流程起身，先慢慢翻身，变成侧躺，再用手撑着地板，变成趴跪的姿势，然后用爬的，爬到最近的稳固家具旁边，例如沙发或稳重的椅子，双手扶着家具，让比较有力的那只脚先踩地，变成单膝跪姿，最后用手跟脚一起出力，慢慢把身体撑上去，转身坐好，坐着休息几分钟，确定不晕，再站起来，整个过程慢就是快。第四步，不管看起来伤得重不重，都要跟家人讲，而且建议找时间就医检查。有些骨折当下还能走路，过几天才痛起来。有在吃抗凝血剂的长辈，头部撞到更要提高警觉，就算当下没有症状，也可能有慢性出血的风险，千万不要铁齿。另外，平常就要做好准备，手机随身带着，就算在家里也一样。很多人跌倒的时候，手机就在拿不到的另一个房间，只能躺在地上等家人回来。独居的长辈可以考虑申请紧急救援铃的服务，或是跟邻居、里长约好每天固定的问候机制。记住一句话，跌倒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跌倒之后没有人知道。最后，帮你把今天的内容打包成3个带得走的重点。第一，回家后花1个下午总体检，客厅走道上的电线、小地毯、门槛优先处理，因为那才是急诊统计的第1名。记住3个字：静、平、亮。第二，半夜起床记得3个30秒，躺30秒，坐30秒，脚踩地30秒，再加上从床边到厕所的感应夜灯，把最危险的时段守下来。第三，每天练做倒站跟单脚站，肌肉才是你最好的防跌护具。